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2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节，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祖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守望历史。欧亚大陆复兴之地，帕米尔高原等待又一个黎明。帕米尔高原横跨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作为万山之祖，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交汇于此。在这里，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峰就有4座。中国古代，帕米尔高原被称为葱岭。牦牛，高原之州。汉代，塔吉克族就驾驭牦牛立于群山之巅。塔吉克族在高原上也被称为太阳部族。牦牛叼羊是太阳部族中男子汉的游戏。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2/3。稀薄的氧气下，对抗、呼啸、奔跑，只有数千年高原生活锻炼出的强大心脏，才能让人和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竞争。
绝对高度让帕米尔成为万山之祖，也让他成为万水之源。帕米尔高原共有1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广泛发育的地区之一。春天，冰川化为喧嚣，倾泻入峡谷。落差造成温差，温差将白色的雪花变成白色的杏花。山地河谷，处处都是回响着牧笛的杏花村。和被时间遗忘的桃花源一样，杏花村深藏在帕米尔的裂缝中。地理造成的与世隔绝，让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生活，最古老的民风。塔吉克族的鹰笛，用雄鹰的翅膀骨制成。鹰笛伴奏下的鹰舞，既是艺术，也是社交活动。展臂、垫步是模仿鹰的飞翔。男女对舞，身心都沉浸在春风中。绝壁近在咫尺，绝壁之上就是金雕的巢。成年金雕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雏鸟则依赖4000多米海拔的庇护。为雏鸟提供食物是雄鸟的责任。超过2米的翼展，加上匕首一样的角质利爪，让它可以捕杀野狼。今天的午餐是野兔，几乎和体重相当的食物，可以让幼鸟尽快适应高原的严酷。帕米尔高原东部，天山昆仑山交界地带，另一个和金雕相伴的民族，纵马踏过宛如历史的长河。柯尔克孜族，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2000年前，他们驾鹰狩猎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史记》中。将猛禽训练成狩猎伙伴，
需要胆识、勇气和技巧。熬鹰时戴上眼罩，是为了让金雕牢记主人的气味和声音。狩猎时，要比猛禽更强悍，才能让金雕学会服从和忠诚。在人和雕建立的契约中，最重要的就是放归。一旦金雕进入壮年，哪怕再不舍，驯鹰人也会让伙伴重返天空。柯尔克孜族的驯鹰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对大多数物种来说都是生存的极限。只有具备驱赶狼群的勇气，驯化猛禽的强悍，才能在荒凉的高原上驰骋。纯粹的山，圣洁的水，养育了最质朴的人类，收藏着最原始的自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富含矿物质的红色土壤，留存着帕米尔高原的童年印记。大约1万年前，火山冷却。帕米尔高原以平均每年7厘米的速度迅速隆起。数十个由碳酸钙堆积而成的锥形火山口，被遗忘在高原隆起前的旷野中。被时间遗忘的火山口，被称为帕米尔之眼。这双自然之眼，以一种超然的睿智，凝望周边不断变化的沧海桑田。水汽，阳光下可以变为短暂的彩虹。同样是水，也可以化作万古长河，藏身峡谷中。短暂和永恒，历史不变的主题。柯尔克孜族迁居帕米尔高原之前，西行的玄奘就曾涉足雪山脚下。据说，玄奘经过这里时，面对金沙弥漫、清波皎净的湖水，不禁产生了蛟龙生烟的幻想。3000弱水，1万白沙，如此雪山下的奇幻，不是出自想象，而是源于自然。白沙湖位于慕士塔格峰脚下，离慕士塔格峰不到300公里，就是天山、昆仑山2大山系的交汇处。南北走向的萨雷阔勒岭，将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2部分。东帕米尔属于中国。昆仑三雄，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3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峰，在东帕米尔并肩而立。
湖泊如镜，雪峰永恒。镜像和真实激励人们探索更崇高的存在。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作为冰川之父，高大的雪峰只有雄鹰才能在峰峦间留下印记。人类的脚步艰难超越雄鹰的翅膀。海拔5600米的 C1营地，征服慕士塔格峰的努力刚刚开始。争取下次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我有点高反，说话很费劲儿，很累很累。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往 C3走的路上，大概海拔6650左右。帕米尔高原上，高度形成的凛然，让每一个试图征服它的人都不得不心生敬畏。怀着敬畏超越极致之后，一条富庶繁华的商路，将弥补穿越雪峰的孤寂、艰辛和付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都位于天山之南，地理上属于南疆。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处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让这个地区成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天然屏障。但是，如果跨过屏障，这里就是前往中亚和欧洲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屏障和通道造就了克州、喀什、和田独特的历史。历史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阳光唤醒历史。帕米尔高原上的石头城，从唐代起就是丝路的出口之一。城堡沿用中原筑城方式，夯土围墙，外包石块。历史上，因为石头城的辖区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数千年来，东西方的商队从这里开始险峻而曲折的旅程。帕米尔高原虽然将中亚、西亚、南亚分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山间河谷构成的隐秘走廊，又让它们彼此连通。喀什，连通的枢纽。汉代，班超以它为基地经略西域。也是从那时起，喀什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易场所、物流中心。
数千年间，喀什像一个高雅包容的母亲，教会了不同民族享受美食、欣赏艺术，通过交易而不是战争增加财富。作为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这里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喀什的雍容华贵，离不开叶尔羌河的滋养。叶尔羌河，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源头之一。流过喀拉昆仑山口后，它在山前浇灌出葱郁的绿洲。有了大河和绿洲，丝绸之路才能穿越广袤的沙漠。它们赋予来往商队能量，赋予沙漠居民性格。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这片绿洲就是著名的刀郎木卡姆主要流传地之一。刀郎木卡姆将先民打鱼捕猎的动作直接融入舞蹈，热烈粗犷里隐藏着柔情万种。仙女般的美人，看我一眼再走，请看我一眼吧。让痴情汉高贵得像个国王。爱情是刀郎木卡姆的主题之一。一定程度上，这种饱含情感的歌舞，开启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源头。作为民族记忆，刀郎木卡姆甚至成为今天麦盖提农民化的母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绿洲中发育的不仅有艺术，还有杂技。سليم خان سجرني يا القلم yaxshi ya。昆仑山脚下的英吉沙县，就是维吾尔族杂技达瓦兹最主要的流传地之一。早在汉代，这种空中走索就已经记录在张衡的《西京赋》中。
阿地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传承人。垂直高度超过200米的峡谷上，阿地利的脚下只有一根直径4厘米的钢索。恐高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出的本能。达瓦兹一人就是要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挑战人类本能。极致环境成就惊人传奇，可能就是这片大地的独特气质。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革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愈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2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
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1/3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你好。加油加油！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蜀锦上，金木水火土5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5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
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座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1000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10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于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商队带走花香，留下色彩。春天，和田的维吾尔族庭院中，又到了晾晒艾德莱丝绸的季节。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养蚕缫丝技术，让和田变成了丝路上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之一。以藏红花、石榴等植物为染料，白色的丝线经过扎染，最终在织机上编织成艾德莱丝绸。Gündüzning shakli. Ammo ishga yoqisdiki, qiz bolaning quliqiga sotgan munchoqning shaklini shakllantirib, shundan bilan bir atlasning guli shakllandi. 今天，艾德莱丝绸装饰维吾尔族妇女的丝巾、裙摆。历史上，它作为和黄金一样贵重的硬通货，曾经支撑起许多丝路城邦的繁荣。丝织业的繁盛，也让另一种中华文明之光永远闪耀在沙漠中。桑树，丝织业的根基。它除了给蚕提供食物，还可以成为造纸原料。唐代，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故城。
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即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
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Alcağıdan kamsız ol avaya ke altın öngçü kelse de kaçmaya itan. Aşağı aşkara başkara başkara mey kazanda kaynay köşbara mey Kışında son öğlene mey güle güle çiğit kasbara mey Beşkere gay beşkere ekte sevgere gay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 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 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 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2高峰乔格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 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